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2025年6月2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Lucy 的风格呢，就是用技术面和消息面来把握行情走势的。喜欢的朋友们，欢迎点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后续第一时间接收到我更新的内容。今天的 Lucy 聊美股呢，会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去看一下纳指的一个行情解析。那我们看到上个星期五呢，又出现了一个单针探底的走势。那究竟是探底还是锚定了一个低点的一个价格？一会儿我们来去仔细的分析一下。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会去分析一下热门股票，包括特斯拉、苹果公司、英伟达，还有 PLTR 和 MSTR。近期我们关注的一个对冲品种 SQQ。我们先来看一下股票的走势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可以看到呢，之前 Lucy 有画过这一条撑压互换线，这一条撑压互换线是18903.66这个位置。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呢，上个星期五的话，它其实是回踩过这一条线的一个位置，但是并没有跌破啊。现在出现了一个这个单针，而且是一个近似于十字星的一个走势。所以目前为止呢，上个星期五的话呢，Lucy 在内部的美股洞察的课里面有跟大家讲到，说因为上个周五是5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所以会收出一个周线啊，还有一个月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月线啊想要稳稳的保持住这样的一个大阳线的话，只要它走一个十字星就可以了。所以说啊，这个走势呢还是在我的一个把握当中。到目前为止呢，纳指它还在一个多头的一个这个区域震荡，所以现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的话就还没有跌破我的一个支撑位，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以纳指为这个多头强势的一个走势去判断。当然近期呢，它的一个这个位置呢，相对来说会要弱一些因为它在一个这个多头比较激烈的一个过程中呢，现在 MACD 是一个红色的柱子，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稍微的变大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非常这个岌岌可危。我们说它单针的话，现在是回踩了一下这个支撑位。那我说它是支撑位的话除非后面的一个走势的话，必须得是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阳线，甚至出现一个这个纳指的一个新高向上走，那么它在这个位置呢叫单针探底。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它的一个这个单针呢，只是为了下探一个这个空方去试探一个向下的一个这个情绪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开盘的一个位置在这儿，然后呢向下走一个这个阴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就是一个锚定的一个位置所以现在呢，其实十字星的话就是一个这个变盘的一个信号，但是它这个信号到底是多还是空的话，目前为止现在呢还不能进一步的一个这个猜测。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纳指的话呢，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它没有创新高的情况下，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必要去降低仓位的，也就是减仓。一直以来呢，从4月份5月份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反弹的过程中，目前为止纳指它已经在一个多空焦灼的一个这个区间所以说呢，我认为减仓是现在目前的最明智的一个选择。而且呢，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下特斯拉还有这个英伟达它的一个走势，就能印证刚刚 Lucy 说的这个观点。在目前为止呢，除非它有突破下一个高点，就是它的这一个阴 K 的一个这个开盘价这个位置那它的一个点位是画一下线它的一个点位呢是18389.39这个位置。如果说它还能在这个位置起来，然后呢去这个阳线去上行的话，那它还有更高的一个点。那么不然纳指在这个地方它很有可能会向下再去回踩一下这个下沿的一个动作，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的一个 MACD 的一个红柱子。如果它在强势的话，这里是金叉的话还可以，但是现在呢是一个死叉，并且这个红柱放大，我认为向下的一个这个动能如果一旦出现的话，就会出现一个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出现踩踏的一个情况。毕竟的话，前面的这个缺口的话，目前为止还没有去回踩。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 MACD 它现在的一个这个白线黄线，它现在呢其实距离 MACD 的这个绿柱呢是有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还是要这个谨慎一点为好。我们上个周的后一个交易日呢，我也给到了一个这个提示，就是5月30号Lucy 的一个美股行情播报里面有讲过，说这个昨天呢开盘大涨，开盘后呢却显疲软，所以呢印证它现在这个虽然高点在抬高，但是呢它是走出了一个这个多空争夺的一个关键区域，而且呢 MACD 现在是呈红柱的区域，所以说多头力度呢有一点弱于空头。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这个判断标准呢就是这一条线就是唯一呢不跌破18903.66这个位置呢，这个我认为
这个每创新高啊，可以降低一点仓位，等待我们的一个空头信号去做对冲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今日呢是收本月和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周线和月线，所以说目前呢是一根反包的 K， 但是呢出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的话，我在直播里面也给大家讲了，这个时候呢要去看一下它十字星的一个选方向啊，然后等出选方向之后，我们再进场，哪怕是空头的话，我们也要等待一个这个信号出现。那么它的一个信号呢，就是18903.66这个实打实的跌破啊，就会出现一个空头的一个信号。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个股的一个走势。首先呢，去看一下特斯拉的一个走势。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上个星期五啊，它已经跌破了我说的一个支撑位啊。那这个支撑位的话，我想我们的粉丝朋友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就是350元，我之前给大家设定好的一个位置。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收盘价是346元啊，已经实打实的跌破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特斯拉的话，我认为啊，就是一个这个减仓的一个操作。那么它为什么减仓呢？我在行情播报里给大家讲过。就是行情播报，这个是上周啊，还是这个最后一天的。我说它现在呢，依旧是这个低开低走的一个小阴线啊，然后开盘呢是负分时，所以说它现在呢，在这个350到380这个区间出现震荡，但是技术面上呢，它现在以前面那个缺口以350为支撑啊，共振点，所以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明确的啊。如果跌破的话，波段止盈布局，这个观点是比较明确的。因为什么？这里边也给出了理由，就是消息面叠加这个机构喊出货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呢，现在特斯拉它的一个反弹呢是这个强于其他的一些股票的，那我们不吃鱼尾行情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这个趋势方面，如果说等待被跌破啊，这个位置呢，它叠加了这个 MACD 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信号。那么空方呢，就是可以考虑进场的啊。TSLQ 这个也给到了一个这个对冲的啊一个这个品种。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日线走势图。所以说现在特斯拉呢，之前啊我也是比较怀疑这个木头姐啊，它这个喊话到底准不准？但是呢，我们之前也有叠加过这个筹码的一个这个变化啊。现在呢，就是说看机构它现在减仓呢这个震荡这个位置啊，是有一点点略显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出，而且我们看到呢，其实这根 K 线的话是跌破了350，而且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四叉。那么现在比较明显啊，红色的柱子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就算是特斯拉它的一个反弹呢是比较这个对称的。我们可以看到左侧这个位置呢没有到380这个位置啊，没有到380这个位置，它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回调。那它向下的回调的话，那我就用这个黄金分割来去分析一下，在这个地方啊，如果说会找它的一个低点的话，有可能是在这个位置啊，50%这个位置。当然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50%的地方呢就是295这个位置啊。所以说现在呢，特斯拉的话，它现在啊出现这个最后一根阳线是支撑呢是比较弱势的，所以这个缺口现在是补了一半。那么我们看到呢，红色的柱子啊，如果说随之这样的一个面积的话变大的话，那它会出现一个回调。而且呢，它的一个位置啊，现在呢我们刚刚测算到，如果说300的一个位置的话，就与机构的一个这个筹码的一个成本啊上沿呢相重合，就这个位置。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啊，如果说机构真的回打到这个地方的话，它有可能机构啊再去参与。所以特斯拉的话呢，目前为止我认为啊350这个位置呢，说一旦跌破的话，那我相信一个是put 单，或者是啊有一些这个对风险厌恶的朋友啊，你这个 TSLQ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对冲的一个品种的话，是可以这个参与的。那讲到这里啊，咱们的这个 Lucy 的订阅粉丝们，那我的盘前广播里也会写一些这个文字方面的一些这个研判。如果你还没有收到资讯的朋友们，那就赶紧去订阅我的频道了。现在 Lucy 的粉丝朋友呢，我看到有这个朋友留言啊，说这个频道的一个订阅是否有这个条件限制？那目前为止呢，现在都是这个免费开放给咱们的一个订阅粉丝朋友们，所以说啊，可以先去这个频道订阅。那么另外呢，如果你是第一次啊刷到我的视频的小伙伴呢，那首先第一步你要成为订阅粉丝。那 Lucy 会给到啊咱们的新朋友1周的一个会员课程体验的一个这个机会，我们的阳光彩道的一个内部财政课程，那是由 Lucy 主讲的美股洞察，在每周的一个周二啊、周四还有周五香港时间下午5点钟，会给到大家一个这个实时的一个盘前分析，包括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些这个行情的一个预判的方法也会教授给大家，甚至呢有机会听到啊一些期权的一个使用技巧。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上周四的时候啊，像这个英伟达它的一个分析呢，就给到的比较精准啊。它在这个地方呢，我之前给大家这个在视频里头讲过啊，说这个135到142这个位置啊，它有一个7块钱的一个差价，我想大家还记得。那么我们在这个上个星期四啊，英伟达财报之后呢，它的一个跳空高开，我们有做一个这个预判啊，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啊，你看这个承压互换线142块6毛1这个位置，那短线啊过不去的话，它就可以止盈了。那等站稳这个142这个位置
位置，然后我们再考虑去参与做下一段。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给到了一个这个 ADD 的对冲的一个方法，把这个图也给大家画出来了位置在哪里是怎么选取的，也都给大家去这个做了说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给到咱们这个粉丝朋友们的。另外呢，咱们大家如果说你是在期权方面有一些这个爱好，包括呢想学一些这个小白呢都能听懂一些期权的一个知识的话，那 Lucy 的一个这个主界面上有一个期权实战技巧，是给到铁粉的一个这个讲解。那么 Lucy 的话，上周呢是讲到了一个这个单腿期权 call 的一个这个使用方法，本周呢会给到一个buy put 这个单腿期权的一个这个使用方法。所以说有想学习 Lucy 期权的实战的方面的技巧的话，可以去这个订阅。所以说呢，咱们有想得到Lucy 粉丝的这些福利的话呢，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链接去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那么给他发送一个口令口令是礼物2个字因为这些东西呢全是 Lucy 打包的一个礼物送给大家，所以你给他发送礼物2个字呢，你就全部都能这个收到。那么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订阅粉丝能有的福利。另外呢 ，Lucy 团队的老师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这个课程技术分析相关的课程。那么当下呢，现在这个行情那我们知道在多空这个震荡比较激烈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找一些这个龙头股去这个操作。那么下周的一个课程的话，从6月3号开始呢，到6月6号也会有这个洞察底部相应的去找到一些这个轮动板块切换的一些龙头的一些机会。那我们看到呢，其实本周的话 PLTR 也出现了一个这个拉升的一个这个信号。那我们一会儿去看一下这个 PLTR 到底的走势该如何演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的走势图英伟达的话呢，在上个星期出现了一个这个连续2天的一个大阴线本阶段就算是止步于这个142.6毛1这个位置算是呢它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 Lucy 也没有把握说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高点所以说我们的一个空方的一个这个机会呢还没有去参与。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位置我们的一个这个135的这个位置虽然说它以一个跳空的一个阴线去这个拉升了，但是终究没有过到相邻的这个高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连续出现了2个阴线也是由于这个英伟达它的一个这个财报的一个计提。另外呢，有消息说这个咱们的这个黄老板呢也有减持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市场情绪的一个不稳，那连续出现了2根这个阴线呢，就又回到了135这个位置。那我们看到呢，它现在收盘价是没有这个跌破135。那么 Lucy 认为呢，从技术方面这个位置呢算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个本周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这个 MACD 的一个死叉，并且出现了红色的柱子。那我们的一个这个考虑的点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的135呢会进一步被跌破的话，那么沿着这条趋势线这条趋势线的话呢，就是近期的一个低点的一个连线，我们会发现它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跌破，所以本周就成了英伟达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那如果说从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个英伟达的一个这个下跌的话，那我们之前说过的NVDD 呢就是一个参考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对冲的品种。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 put 单或者是可以做一个 cover call， 那么这几种策略呢，就是根据你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情况的话，可以去这个参与。那么这个就是对英伟达的一个分析。所以近期我们看到的英伟达它还是以这种阴线的一个方式出现的，所以呢股性的话还是没有改变。那么这个就是英伟达的一个这个回调的这个走势。那另外呢，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是英伟达它要是回调的话，它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是会有这个支撑的。那么后续的话，我们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缺口支撑的一个位置能否这个站稳。那么这个就是后续我们去这个内部的一个课程呢去跟踪的。如果有想知道英伟达后续在哪里是支撑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申请去这个体验我的美股多查课程。那么这个是英伟达的走势。我们再来看一下苹果公司苹果公司的话呢，近期虽然它走势比较弱，但是如果说做波段的朋友其实它在这个空间的话也是会有一些这个机会去给到我们的。首先呢，这一根蓝色的 K 线呢，我们知道是这个机构低吸。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上周也是跟大家说过有一个 call option 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也是捕捉到了。至于说这3天的一个这个机会的话会给到一个3倍的一个收益。那么这个是苹果公司。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它现在出现了一个这个弱势探底之后呢，出现了一个这个微型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小小的细节呢，就是它这个位置没有补掉这个缺口。所以这个缺口没有补掉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会不会是一个启动缺口呢？我们本周的话就要关注了。那苹果公司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连续这个拉升的话，其实它这个空间还会比较大的。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收盘价是200元，那如果说它涨到210或者是210这个附近的话，那它也会有一个5%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呢
呢，我认为啊，它在这个地方啊，苹果公司它有可能机构的一个低吸呢，就会给到一些这个波段的一个机会，这是从日线上来看的。那我们再去看一下30分钟和60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苹果公司60分钟的走势图。那我们是如何发现上周的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机会呢？是从60分钟的这个位置来看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啊是一个这个白色的一个 K 线，那么这个白色的 K 线呢，意思是它的一个波段超跌啊，波段超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啊，波段它是啊跌的，让我们这个有一点怀疑它的一个诡异现象。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我也看到了它有我们的一个这个聚宝盆的一个动作。另外，它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呢，就是结合了 Lucy 的一个这个底背离去分析的。所以它在这个位置的角度跟它的一个底背离呢，是形成了一个这个背离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结合它的一个这个日线的话，就会发现它的一个波段反弹的一个机会。那么60分钟线的话，我们知道啊，它会这个给到2周啊到一个数月的一个反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2周的话，我们现在啊还没有结束。那在这个地方呢，它又第二天出现了啊60分钟的一个这个机构低吸。所以说苹果公司在这个地方呢，它就还没有出现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这个拉升的截止，而且它在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它的一个 MACD 呢会向上这个突破0轴的话啊，也会出现一些这个机会。所以苹果公司的话呢，我们还是会看到日线它的一个这个小的一个波段，毕竟它这样的一个3天的走势都会给到我们的一个这个 option 的一些机会啊。所以说苹果公司目前为止呢，它算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那么这个是苹果公司的走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PLTR 这张图表呢，是 PLTR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 PLTR 的话，它经过了一个2周的一个震荡啊，出现了一个这个箱体的一个走势。那并且呢，在周五的一根大阳线的话呢，是突破了它的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这个箱体位置。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PLTR 的话是用到了我们之前的这个单阳不破的一个战法。另外呢，也看到了啊，它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大阳线一个启动的一个位置。那我们来梳理一下啊 ，PLTR 的话，之前呢我们是参考过这一根大阴线的一个这个高点呢，去做它的一个进退的一个分析。那此前我有在美股洞察的课程里面啊有讲过，那它是这一天突破啊，突破之后呢，3天站稳。那我说，如果它没有跌破支撑线的话，它还会见到高点。但是无奈啊，现在这个 PLTR 呢，它走出了一个这个阳线探底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的一个标准呢是执行的啊，实际上这一天破的话，我认为是一个卖出的一个动作。那实际上它后面的1周的一个走势都没有收复掉这条线。但是啊，在星期五的话，如果啊你是这个跟踪过这个 Lucy 的粉丝啊，包括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你就会知道，如果在这个地方啊站稳的话，它就有可能出现第2波的一个走势，而且呢，它其实已经过掉了箱体的最高点130块1毛8，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属于一个单阳不破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上个星期五的话，如果跟进了啊，就是有机会的。那么大家可能会问 ，PLTR 如果没有跟进的话，那后续还有机会吗？那我们把这个之前的啊这条线呢就去掉，那我们重新根据近期的一个走势来去分析。那首先呢，它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如果说它是一个这个超买或者是高点的话，它就会出现黄 K， 但是现在并没有出现，所以现在 PLTR 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走势啊，比较稳定。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这个大的一个阳 K 过掉了它的一个箱体。我们之前有在特斯拉里面讲过，如果它过掉箱体之后呢，那130块1毛8这个位置如果不被跌破的话，它还会继续上行。所以我们接下来啊，想要去关注或者参与 PLTR 的朋友，那你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啊做一个这个跟进，也就是说130块1毛8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去跌破的话，还是可以去参与的。而且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啊去设置一个这个你的小小的，比如说0.5成仓的一个这个 call， 因为我们之前的一个会员课程里面有讲过，如果它突破了啊关键的一个位置的话，那它就可以去用一个call option 啊去跟进。如果说这个地方你的0.5成仓啊是怎样的一个进退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咱们的一个会员视频。所以说 PLTR 的话，在这个地方呢，它就有可能啊再走2波的一个走势。那我们也要去看啊2到3天的一个这个位置，它能否去这个跌破。如果说跌破的话，那这一根阳线就是假突破。当然它在前面啊10几天的一个这个震荡，它会选择上行的话，那我认为近期的话，它就不是一个诱多啊，不是一个诱多。这个是 PLTR 的一个机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MSTR 啊，近期的 MSTR 的话，上周它是连续给到了3根阴线，那么也是出现了跌破我们的一个支撑位397啊，这个位置呢出现了回调呢，但是它的一个位置呢现在还没有达到我们之前有画的这条白线啊，就是这个341这个位置。但是呢 MSTR 它现在呢出现了一个动作啊，就是它在下跌的过程中呢，它并没有出现这个红柱的变大，而且呢现在就是快线和慢线的话基本上接近于零轴。我们知道啊，在零轴的上方 MACD 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强势区，它在一个强势区的话，接近零轴的位置，如果它在这个位置不跌破零轴的话，它会起来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第二波的一个拉升。所以现在呢，MSTR 的话，它现在出现了一个这个接近于可以抄底的一个位置。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啊，就是蓝色的 K 其实呢就是代表着这个机构有这个低吸的一个动作。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能配合着60分钟的一个白 K 的话，就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抄底的效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60分钟它是否出现白 K。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是看到它的一个这个白 K 呢是出现过3次，而且是连续3天这个出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我之前教过大家 MACD 的一个背离，这里也出现了一个背离，所以说这是一个这个共振的一个点。那另外呢，我们也能看到它的一个这个聚宝盆出现了一个这个低洼区我们知道，如果白 K 加上聚宝盆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抄底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这里呢 MSTR 的话呢，我们财生朋友在开盘前的9点20几分有问过 Lucy 呢，我也是给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反馈就是这个位置是可以抄底的。那目前为止呢，我们的一个防守就是358这个位置所以说目前一直没有跌破。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 MSTR 的话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反弹。而且我们之前有讲过如果说60分钟的一个白 K 出现加上聚宝盆的话，那它会有一个几天到这个2周之间的一个这个反弹。所以呢如果说有喜欢 MSTR 的朋友呢，可以把握一下这样的一个机会。最后呢，我们来去分析一下 SQQ 那近期的话呢，我们知道纳指呢，它在一个这个牛熊分界点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来回的一个震荡。所以接下来呢，如果说指数出现了一个回调的话，那我们知道 SQQ 就是一个参与对冲的一个正当时。而且呢，我们知道就是 SQQ 的话，在这一轮我们的一个参考的点呢，是给到这一根白 K 的一个这个上下的一个收盘和开盘的一个价格。那么分别是23块3毛4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防守位。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了其实周4和周5的话呢，分别是2天站上了这个位置。所以说 SQQ 的话也是可以如果说这个咱们手里边仓位比较重的，还是在这个阶段呢不想去这个出掉的一些仓位的话，那么手里边是可以用到我们的一个2成仓去做这个 SQQ 的一个对冲的。那么目前为止呢，现在也出现了一些这个买入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特斯拉的这个 TSLQ 还有这个 NVDD 我们说的这个英伟达的一个对冲基本上都是可以这个同步去参与的。SQQ 如果没有进一步跌破23块3毛4这个位置的话呢，我想波段的话，它在这个地方算是一个低吸的破的一个位置。那么至于说它上行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 QQQ， 至少如果说这个回调的话会回调到哪里，相应的呢就是这个 SQQ 它的一个上行的一个标准。那么具体的一个这个跟踪的话呢，去关注Lucy 的一个这个盘前的播报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个这个美股洞察的一个课程。那么咱们今天的这个复盘视频呢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拜拜。